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，我要休息了。你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我想你明天去机场给 Chris 送机，解释一下误会。明天再说明天的吧。今天我已经说过波尔了，是他不对，但是你也不应该疑神疑鬼的。夫妻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我可以相信你，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呢？你相信我什么啊？我又没做错什么。我觉得你应该给波尔打个电话。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？你应该打，起码表示一下你对他的尊重，还有关心。他人本质并不坏，就是希望别人多关心他，好吗？行行，我等一下就打。那明天去送机的时候，你不要迟到。我可没说要答应你啊。你去机场把他送走不好吗？这样你也安心。我并不是一定要让你去道歉，但这是最起码的礼貌。来，我又从后面找了4瓶膏。哎呀，我们接着喝。哎，不喝了，都喝了一桌子酒了，你还没醉啊？哎，少喝点。你是不是怕我喝多了对你做些什么？哎呀，没有。我从小就跟我爸混饭局，喝酒那都不是事儿。我从来都没喝多过，今天我正好想试一试我到底能喝多少酒。江波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也喝了酒，不能开车。到时候救护车来的不及时，你别怪我不救你啊！不用救，我这不是心里堵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是空虚，你应该出去走走。哎，说起这事儿，我想起来，你不是要去外地的吗？怎么不去了？别提了，我被一个坏女人给甩了。哎，行了，别喝了，行了，哎，不喝了，走，送你回家啊！哎呦，我不回家，这个家有什么可回的？长这么大，我从来都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。就昨天，我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外人。行了，你家事我不想听啊，我给你倒杯水去。来，哎，睡着了？虎之，你答应过姐姐的，一定要忍一忍。是，你现在得罪了江波儿不要紧，到姐姐回来，遭罪的不是还是他吗？行，我就忍了这次。这可是你不接的，可不是我没打。哎，也好，多说多错，少说少错，不说不错。行，睡觉。
他睡沙发上，我睡地上，什么人呢他？叫你呢，起床了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谁呀？不让人睡觉了。陈立之，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？你睡沙发上，你让我睡地上。我身体不好，不能着凉。谁要是做你女朋友，谁倒霉，自私鬼。我得上班去了，我先回家换套衣服啊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有个姓秦的给你打电话，我没接，你赶紧给人回一个。换一个人，跟我吵架的时候还想要跟他回电话，没门儿。你说的那个女人姓秦啊？我嫂子怎么了？想认识啊？谢谢你，我可不想进入你们有钱任性的世界。我呢是个正能量的爱好者，你太负能量了，影响我气场。走了。哎，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还不是你哥一大早晨就给我打电话，问你是不是在我这儿。我一想你们就打架了，你还能在哪儿？肯定在这儿呗。那，你最喜欢的八宝粥。哎呦，阿姨，你简直是一个天使！我可告诉你啊，今天的八宝粥，我可是放了15种东西，味道绝对一流。怎么样？嗯。哎，刚才那个新交的男朋友啊，哎，是不是就是陈礼生啊？我看着这孩子倒是斯斯文文的，跟你以前交的男朋友不一样。怎么认识的？哎呀，阿姨，怎么比我爸还唠叨？人家关心你嘛。那，我爸现在在医院享清福，我哥骂我，我妈，哎，现在整个江家都没有人关心我，你还关心我干嘛？哎，我们江大小姐貌美如花，冰雪聪明，不关心你简直是天理难容啊！这一瞬间我真的太幸福了。多吃点啊。哎，你这一晚上去哪儿了？你喝酒了？夜不归宿，我不喝酒能干嘛呀？再说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喝酒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从来不喝酒的，你跟谁喝的酒啊？男的女的？我问你话呢。我问你啊，是不是给你借车的女孩啊？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啊，你堕落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您不就是想让我换个女朋友忘了获知吗？我照您说的话去做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不能这么学坏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就知道跟我怄气。走吧，去机场顺便接上 Chris。宁素不去，我们自己去。江太太不去合适吗？走吧。哎，你不是不来了吗？我想了想，还是自己去，心里比较踏实。行。走啊。手机干嘛呀？这女人是谁啊？她是谁呀？
话呀？我这坐在前面就是为了方便你们俩聊天叙旧。我现在才发现啊，这坐在前面也挺宽敞，也挺舒服的，对吧？对，对。你跟江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妈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在外面有女人，还让我自己在家里守活寡。怪不得江村不肯跟你生孩子呢。这可怎么办？江村，这是你欠我的，是你对不起我。罂粟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可不能胡来呀！我告诉你，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你可千万不能要，要不然你跟江村就真的完了。妈，我跟他早就完了，只不过这个孩子我一定会生下来，而且让他姓江，绝对不会心软的。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对了，有一件事我还是要提醒你。就算你江村在外面有女人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家里的老婆叫做秦罂粟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想告诉你，只要一天不离婚，你都有合法妻子，而外面的女人就叫非法同居。你不会连这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吧？无理取闹。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话，我建议你去看医生；如果你需要发泄，我建议你选在家里，这里真的不合适。哎，怎么了？又吵架了？我觉得情愫越来越奇怪了。我有跟别的女人做什么出格的事吗？他刚才居然用一种非常强硬的语气来威胁我啊！吓着我！不是，我给你分析一下吧。这个女人吧，她最擅长嫉妒。哎，你说你最近跟你这个老同学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近了？况且她又是你的初恋女友，你说合同签不签？啊？那上海的项目咱们还做不做？你说我有什么用？对，真的我越来越看不懂了。哎，姐，你什么时候到青岛？今天是我们互换身份的日子，我在公寓给你接风。黄嘉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赶紧走啊！你都纠缠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讨不讨厌？妈，赶紧走！你让他进来吧，是我叫他来的。有什么事儿我们以后再说。我找罂粟真的有急事。哎，有什么话你当着我的面说。你跟秦罂粟早就分手了。妈，你回避一下，我跟他要谈一谈。哎呦，罂粟啊，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要离这个人远一点。你说你都结婚了，还跟他在一块儿工作，幸亏江村不知道你们以前的关系。阿姨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待见我，要不是您阻拦的话，可能几年前我们都已经结婚了。以前的事我就不说了，但是现在既然罂粟怀了我们俩的孩子，那么我们先把孩子的事情安顿好，再说别的，行不行？什么孩子啊？他说什么呢？罂粟，你跟我说，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妈，
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孩子爸爸是谁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好你个黄嘉文，你要害死我们母女俩呀！我们母女俩是欠你的嘛，你要把秦英素害死啊！你说你上学的时候就追英素啊，这么多人追英素，我都不同意。秦英素偏偏选择了你，我好不容易把你们拆散了，你还要跟他在一起，你要纠缠他多久啊？啊！你想骂就骂吧，只要你能把孩子留下，我怎么样都行，行了吧？你休想！我原来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，现在我知道了，就更不能留了。妈，就算没有这个孩子，我跟江村也是不可能的。我从小就不会认输，既然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，我就有办法瞒住江家人。英素，妈跟你说，妈知道你现在生气，可是江村是到了哪儿都有女人往他身上扑的呀。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，好歹你现在还是江太太。妈跟你说，这孩子千万不能留，赶紧上医院打掉。妈，能不能别说了，让我静静。真是造孽！突然就跟公司解约了，打你电话也不接，我还真以为你把孩子打了。所以你就想拿录像来威胁我？那是我一时气糊涂了，对不起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，好吧？求求你别把孩子打了。行了，我要是要打这个孩子，就不会叫你来了。不过咱们先说好，我生下这个孩子，但他绝对不能像我一样，他绝对不可以受穷。这你放心，我一定努力挣钱，好吗？我把世界上所有最贵最好的东西全部买给他。不用了，我自会有办法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是想要利用这个孩子吧？什么叫利用啊？我这是为了他好。再说了，他也需要江家的背景。你这不就是利用吗？而且你怎么想？你把孩子生下来，你准备怎么带进江家呀？江村又不是傻子，凭空多出来一个孩子，他不可能。我现在要生孩子，这孩子就一定要姓江，该怎么做应该是你去想的。再说了，孩子生下来你就跟着享清福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可能帮你这个忙的。这事儿不是跟你商量，这事儿我说了算。你只要在我生下了孩子之前把江村解决掉，这个孩子自然而然就姓江。秦素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意思就是不帮忙了？我是不可能帮你这个忙的。好，你干什么？你不帮我，就让我和孩子去死！英素呢？英素去哪儿了？坏了！英素，哎呀，英素不要！英素，我只有生下这个孩子，我在江家才有立足之地。不帮我，就让我跟孩子一起去死！哎呀，英素，英素，你要吓死妈呀！你快下来，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你不能做傻事。林素，你再给我点时间行不行？林素，我现在没时间了，我现在只给你们两个选择，要么我就跟孩子一起活，要么我就跟孩子一起死，你们选吧。不要！哎呀，黄嘉文，你倒是快点答应我！我告诉你，
急，英素要是不三长两短的，我也不活了。现在是3个社，1、2。好，我答应，答应了。下来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.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. 2个电话都关机了，肯定姐姐是在飞机上啊！哎呀，我可真傻。我告诉你，刘丽，这10几年来你的所作所为，新来跟博士都已经全部告诉你。哎呦，这都几点了？英素不回来也不打个电话，博儿也是，电话也不接。先生，你得一个人吃饭了。简单点吧，我也没胃口。啊。喂，老爷子。哎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先生在家，让先生接电话吧。爸，挂了。老爷子说要回家住2天，让您去接他。行，你今天晚上把他的房间收拾好。对了，爸喜欢用他专用的枕头，别忘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哎，先生，您是搬到英素房间呢，还是您的房间？搬到太太房间吧。好嘞。喂，姐。姐，什么时候多说点个姐？啊，那个，我本来约了朋友，在等他电话呢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爸这2天要回家住了，所以今天晚上早点回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知道了。我担心的是，你平时怎么闹都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要守着爸跟我吵架。秦英素在你眼里就这么不懂事啊？再说了，巴掌拍不响。行了，我不跟你吵了。这都什么脾气啊？要是我是你老婆，我今天就不回去了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还是姐脾气好，心软，才这么迁就你。从北京回来的也该到了吧？英素啊，这网上说啊，孕妇如果感冒了，对胎儿特别不好。你现在发着烧，要不然这样，我打个电话，咱们叫救护车，咱们去医院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我今天就是有点累，没事儿。不是，你现在发烧发的这样，我不放心啊。咱们现在还是去医院吧，好不好？就是说了，真的没事儿，你就先走吧。你让我待在这儿吧，你一个女人大着肚子，阿姨一个人又忙不过来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行吗？黄嘉文，你别在这添乱了，要不是你哪有这些事儿啊？你赶紧走吧，万一让别人看见了，我跟江村也不好交代呀。哎呀，我小心一点就行了吗？我不让别人发现我还不行吗？你让我待在这儿吧，这孩子也是我的，你让我尽一份力。妈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喜欢嘉文，但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。再说了，咱现在不方便，有他在也挺好的。不过这可说好了，
你什么都得听我的。你放心，我觉得什么事儿都听你的，好吗？妈，我饿了，妈去给你煮面去啊。祈祷黄海之阳，呵护生命每一天。都10点了，姐姐到底坐到哪一班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可怎么办？照片上的老爷子就是我公公，江家也只有他对我好了。看来我还得坚持1天。就咱们说的那个事儿，我刚刚又想了一想，有没有不那么极端的方法？就比方说，你跟我走，咱们去国外。走，去国外？你拿什么养活我们俩呀？哎呀，黄嘉文，你忘了我当初为什么离开你了？不是因为江村有钱，那是他让我有安全感，而你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江村他如果不是他有他那个有钱的老爸，他算……你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告诉你，我真不一定比他差。好，孩子就是你的第2次机会。如果你真的按你说的做，就证明给我看。哎呦，英素，你怎么还没洗澡啊？快去洗！我有点累了，等会儿就洗。哎，今天穿这件，你干嘛啊？好像有点……哦，先生好像不太喜欢暴露的，要不穿这件吧？哎呀，我才不穿这种东西呢。这是谁的？先生的呀。他被子放我房间干嘛呀？哟，他没跟你说呀？老爷子要回家住2天啊，可不能让他发现你们俩是分床睡，否则他要发火的。什么？这下高兴了吧？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？这生孩子那可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。好啦，以前呢，你们俩是分床睡，那是没办法。现在呢，2个睡在一张床上了，你要抓紧时间哦。说的好像我整天缠着他生孩子似的。别不好意思啦，生孩子天经地义，先生也真是的啊，早生早踏实，你说是吧？何必呢？哎，英素，你干嘛去啊？你这又要干什么？马杰说你要到我房间里去住，我不同意。不同意？爸要回家，我们不是协议过分开睡，不能让爸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又要谈条件是吧？行，有什么条件你说吧，但是有一条，只要不生孩子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协商过什么呀？你空口无凭，再说又没有白纸黑字，我不记得了。我记得了。来，这是你亲自签的协议，自己看，每一条全都是你自己制定的，样样都是有利于你的。这钱，这都是钱。你们家是不是除了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？我告诉你，
我可以容忍你对我的朋友不礼貌，我也可以容忍你对着我乱发脾气，但我绝不容许你当着爸的面耍性子。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啊？后悔没有签署转让股权的合同？我告诉你，反正爸明天才回来，今天我们就各睡各的。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。阿姨，你干嘛要把我和我哥闹别扭的事儿告诉我爸呀？他这次回来之后，肯定又要骂我多管闲事儿。你以为我不说你爸就不知道了？你爸呀，人在疗养院，心在江家，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耳朵。我要是不说，他还得怪我不帮他盯着你们兄妹俩呢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在安阿姨的心里啊，我爸才是最重要的人。我是你爸的家庭医生啊，这孩子连你爸的醋也吃啊！你自己拍着胸脯想想，阿姨对你怎么样？哼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是我爸要是回来的话，那秦英素又跟我哥睡到一个房间去了，这孤男寡女的，这多不方便啊！哎，人家是夫妻呀，什么孤男寡女的，用词不当。我不管，反正我看见那个秦英素我就烦。万一他要真跟我哥怀上了孩子，那，哎呀，呸！放心吧，她吃了那么久的中药和保健品，没那么容易怀孕的。真的？阿姨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阿姨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个秦英素。妈，电话给我拿过来。哦。哟，这谁的电话？怎么你自己打给你自己啊？喂，姐。小芝，实在对不起，你是不是等了我一夜吧？我临时出了点状况。你出什么意外了？你现在还在北京吗？检查报告怎么样啊？检查还要好几天才能出来。我没我想的那么简单。你在哪儿啊？我还能在哪儿？你没回来，我又回前家住了一夜。姐，你出什么意外了？哎，也没什么大事儿。哎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我等着充好电再给你打电话啊。就这样。喂，姐。谁拿你的手机？家里人不知道你在红岛。怎么办？进来吧，没锁门。哎呦，英素，谁又惹着您了？安医生来了。安医。哦，那个大夫。瞧你说的，好像不认识安医生似的。安医生啊，是来给你把脉的。把脉？我又没病，把什么脉啊？你找到你的孪生妹妹，还让她替你住进江家，
这可是老天爷在帮我，所以我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，而且要把孩子想方设法的带回江家。不是你什么时候有的孪生妹妹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过你提这事儿？我也是我爸临终前我才知道的，要不是因为怀了孩子，我估计这辈子我都不会去找他。所以你这事儿早就知道了，你到现在才告诉我。王嘉文，这可是我们的孩子，我生这个孩子是要冒风险的，所以我每一步都要谨慎，我不能出错。那你这个妹妹靠谱吗？不会露馅吧？放心吧，我们一直联系着呢，一切顺利。也挺奇怪啊，就算是你孪生妹妹，也不会长得一模一样。江村一点没看出来？因为江村从来就没有认真的看过我的脸。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啊？半个月啊，那现在正好是排卵期。我之前给你开的药你都吃了吗？你让我按时吃，我怎么能不听呢？那就好，估摸着你的药啊也快吃完了，正好我今天没事儿，所以就给你带过来了。啊，你看看。行，那谢谢安阿姨了。不用客气。你呀，身体底子虚，想要孩子就要按时吃药，尤其是排卵期。我就不打扰了。哎，阿姨，你这特地来一趟，正好爸今天回来，不然就一起吃饭吧。哈，我店里面还有事儿，今天就不打扰了。记得要按时吃药，早晚空腹吃啊。妈接送一下。哎。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，这吃保健品跟吃饭似的。哎，我爸呢？在浇花呢。爸，哎，您怎么也不接电话呀？啊，打了这么多电话你也不接？什么打电话给我啊？电话也没响。我，这不是个遥控器吗？你指着这个能响吗？我怎么会拿个遥控器呢？我这家里都收拾好了，我回家了啊。这怎么搞的？喂，别喂了！哎呀，接着爸了，别喂了，走。孤男寡女同床共枕，我就是算告诉姐姐，姐姐，我真的是清白的，你信吗？哎，我这么伤人呀！哎，英素，你好了没有啊？老爷子快到了，先生让你快点下去呢。哦，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您别忘了把那防滑垫垫着啊，别像上次一样摔倒了。对呀，有了。爸，疗养院就那么好，您都不愿意回来了，是不是快把我这个女儿给忘了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你谈恋爱把爸给忘了吧？慢点吧，来坐。我哪有？我这是怕影响您休养。好意思说呢你？就你了。这么使劲了还挺疼，不行，不能坐前面。爸，喝茶吧。英素呢？在上面呢。爸，你这回来还没跟我说两句话呢，你找那个女人干嘛？这怎么说话的？你怎么说她是你嫂子啊？爸，也就您能管得住她。就说后面。好，我就豁出去了，大不了就起个包嘛。起完包之后，我就躺在地下装晕，
没问题的。1、2、3。罂粟，你怎么啦？罂粟，来人呐！不好了，先生，怎么了？罂粟摔倒了，出了好多血。什么？快打120！这一回家就发生意外，一回家就出意外。江春，你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你老婆身上？啊？爸，这是意外，你怪哥干嘛呀？再说，你怎么知道不是秦罂粟耍花招？有可能他是故意的呢，就是为了在您面前装委屈。谁那么无聊啊？把自己故意摔成这个样子？啊？那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兄妹俩平时怎么对他的。你对人家不闻不问，你专门跟人家作对，都已经摔成这样的，还说这样的话。小小气是我不对吧？当然是你不对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带着罂粟到律师事务所那边去签协议，把你名下1%股转给他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没想干什么，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。当着我的面演恩爱夫妻，背着我布局离婚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人当初是你要娶的，是你要结的婚，你现在想离婚，你休想！哥，你想离婚啊？你早说呀，我可以帮你啊。你说什么话你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说一会儿爸高血压了，你少说2句吧。那里面的是你老婆哎！我怎么看你一副漠不关心的样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没同情心的儿子？爸，你这也太偏心了吧！再怎么说，哥是您的儿子，秦罂粟是外人，你每次都想着外人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这嫁到我们江家来，就是我们江家的人。怪我这几年身体不好，把你们给宠坏了啊！一个只知道认错服软。一个就知道撒娇顶嘴。我在这儿，阿姨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博儿打电话说罂粟出事儿了，我怕您一着急血压又高起来。怎么样啊？啊？还在抢救。我说的是您。我没事儿。要不吃2粒尼福达吧？哎，别，大夫。病人已经没有危险了，不过因为他脑部有淤血，所以暂时还处在昏迷状态，先住院观察1天吧。没什么大事吧？没问题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。爸，怎么样？我就说没事吧，那我们可以回家了。你没听医生说要留院观察几天啊？江春，你留下来照顾罂粟。好。不用了，我留下来，让我哥回去休息。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那是他老婆，当然他留下来照顾啊。江春，你爸有我呢，医院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。哥，你别太累了，多注意休息。
哎，来了。这都睡了一宿了，还没醒啊？本来早就该醒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大夫说要再看看，不过应该没什么大事。爸怎么样了？一宿都没有睡好，一直说要到客厅等电话。我好不容易把他安抚睡了吧，阿姨早把他接回疗养院了。你也一宿没睡？我不困，我来照顾我嫂子。英素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